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G频道大马翻书日记，我是杰克。观众朋友，给我们看一样东西，你们看这边，我现在在做一个 transfer 啦，从这个平台转呢，你就必须被扣除一个28块9毛7马币的手续费，然后转过来的数目3500马币呢，你只能够得到990.3毛6新币而已。那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种转账的动作啊，所以呢，在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马币真的突然间变得好小，然后从而我就去思考，为什么马币会那么弱啊？那平时我们在新闻啊，都会有看到一些新闻里面的主播还会讲，马币疲软啊，然后新币变强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以前是有读过经济学一点点啦，可是老早都已经还给我们的教授了。那今天影片呢，可能就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又或者让一些可能你们完全没有这种经济学 idea 的观众去知道一下，为什么马币总是比新币弱，而到底是什么原因会造成马币变得那么小，而新币变得那么强？那我这里要做一个预防针先，就是做一个 disclaimer， 我所讲的东西呢，并不是专业的经济知识 ，OK？ 我这里只是分享一些皮毛的东西，就是表面上的东西而已。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读经济出身的，所以呢，在这边跟你们分享的只是皮毛的东西 ，OK？ 让你们知道，其实新币会强，马币会弱，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如果在看影片你们是很有意见的话，又或者你们是很资深的一些经济学家 ，I don't know， 你们可以这边留言，让大家懂得更多。通常呢，我的最好的老师就是 Mr. G 啊，就是谷歌老师，让我去找一下一些资料啦，就是查一查为什么马币总是会比新币弱。你看，快吧，马上就有答案了。这里是讲啦，新币相对马币强的原因呢，可能有几个方面影响。第一个就是新加坡是一个经济稳定、政治环境良好的国家，而就因为这两个因素呢，就会增加外来的投资者对新币的信心，推动其价值上升。然后其次，新加坡拥有比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是 GDP， 以及稳健的经济政策，这些都有助于维持新币的相对稳定性和强劲。此外，国际贸易和投资也能影响货币价值。新加坡在这方面呢，有着广泛的联系和活跃的经济活动，可能有助于新币对于马币强势的表现。这个是这边找到一些资料啦 ，OK， 我只是在这边跟你们大概分享一下我所找到什么资料，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想知道，就借这个视频也跟你们分享。接下来呢，我也找了一些资料，就是依据上述所提到的，刚刚的内容就讲新加坡的所有的政策都是很 TikTok 的嘛，这样子是不是代表马币就真的是差？这边的资料呢是显示不一定，货币的价值受到多种因素，并不能够简单的用好或者差来衡量。相对于其他货币，马来西亚令吉的价值可能有时相对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差的货币。货币价值的波动呢是受到很多种的因素，有包括经济啊、政策啊、国际贸易等等等。所以对于某种货币来讲，强或弱并不代表它的好坏，而是反映了它对其他货币的价值水平。这样子讲我还蛮明白了嘞，不懂你们听了有没有明白？应该是有吧。再来呢，我也找了一些资料是关于短期内啦，马币会不会追得上新币？这边找到的资料呢是这样子写的：货币汇率的变动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预测短期内汇率走势很困难。要考虑的因素有包括经济数据啊、政策变化啊、地缘政治事件等。马币和新币之间的汇率变动会受到这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如果马来西亚经济出现增长或有利因素，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追赶新币，但是确切的汇率变化难以准确的预测，因为市场涉及的因素非常的复杂。就是依据这些简单的一些数据啊，还有一些找到答案我们就大概知道平时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啊所看到的什么马来西亚政府就是烂，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导致我们的马币变得很差什么之类，然后新加坡很强。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应该就这样子依据社交媒体讲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啦。所以呢，我该会想到说，我就不如来找一找吧，是因为我现在有这个 idea，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马币一直变到很弱，然后新币变到很强。那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政治是没有那么的稳定啦 ，OK， 这个不是主要的因素而影响到我们的货币变得很差，也是有其他的因素的。像新加坡政策啊，他们很好啊，然后又走什么政策，走不一样的政策都会影响到货币的。如果这是要再深入的去了解的话，是需要一点时间去 study 的啦。而我这边呢，只是一个表面给你们知道一下而已。
现在来到 Mid Valley， 哇 ，Christmas decoration。这个 baby 费哦，昨天看那个小红书，他从后面排队排到后面那边去，88块，280，380，18000，27千，14000，个耳机2549。所以，如果刚才你们看到价钱拿一出3.5的话，是不是很豪华？因为这里是 JB 的 Mid Valley 嘛，这些人群当中哦，一定有很多都是以这种3.5的消费模式，因为有很多新加坡人跟在新加坡工作的。还有那个是小番薯，我在Mid Valley坐住这个推车。这样大了还要坐推车，迟一点就做不到了，就坏掉了。哇，琳琅满目，哇！我问你，你觉得新币对马币会不会在未来变成1:4？很难讲啊 ，possible 啦。你觉得大概要多久？多1年。1年？还是半年？我们拭目以待。是的。马币1:4呢，在未来日子里面将会发生这件事情，其实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是流传开来了的。其实这个东西不是不可能的，依据刚刚我所提到的那些种种因素。但是不管在未来日子里面它会变成1:4都好，1:5又或者是1:6，那其实哦，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一定的影响了。For example， 对谁最有影响？投资者啦，又或者是现在在新加坡工作的人。但除此之外呢，for一些可能一直都在马来西亚生活的人来说，是根本都没有一丁点的感觉的。所以汇率这个东西哦，对每一个人有影响吗？其实不是。而为什么我会做一支影片关于这个汇率呢？是因为我之前本身有在新加坡工作过，所以呢，对新币跟马币的兑换率是有一点想法的。就好像我之前影片有讲过嘛，我刚刚进新加坡工作的时候，那个汇率才2点多，现在这样变到3.5哎，要接近4了哎。但不管怎样，这个只是一个 sharing，OK， 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一下，兑换率会升会降是有它一定的因素在的，而且这个因素不是那么单纯的就讲哦这个国家不好啊，又或者是因为政治问题啊，而导致它的汇率变高又变低之类的。好啦，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突然的 content， 就在做 transfer 的时候突然间想到，诶，是哦，可能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新币会那么强，而马币呢又会那么弱？心想肯定一定有它的原因的嘛。但是我再重申啊，这些 information 呢只是很表面的，要再深入的话，请大家自己去寻找。那么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影片啦。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是愿意跟大家分享的，都留言在这个影片底下。OK， 老样子，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就给个赞。那么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